我的数字分身上线了，只需要拍摄2分钟的视频，就可以训练出一个像我一样的数字分身，输入文本就能进行知识口播，介绍产品。AI 时代，每个企业都需要拥有自己的数字人，和我一起探索数字世界的无限可能吧。嗨，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今天就要跟大家揭秘我的这个数字人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能报新闻的数字人呢，完全都是用文字生成的，只要把文案写好了，是零成本拍摄，替代你出镜。口条不好没关系，读文案经常读错也没有关系，再也不需要提词器了，效率直接提升10倍。那只需要拍大概3到5分钟的视频，克隆你的形象，还有读15分钟的短文，克隆你的声音，就可以生成一个既有亲切感又可以24小时帮你工作的数字人。短视频、长视频都没有任何难度，各种营销场景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而且克隆一个形象跟声音几乎成本为0，直接给你15分钟的视频长度来试错，满意了再付钱。已经在做自媒体的小伙伴和正在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做自媒体的小伙伴听了一定会非常的开心。那究竟要多少钱呢？记得看到最后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第一批做数字人的博主，我在做数字人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再跟大家讲一下新的这家公司的整个流程应该怎么样去做你的数字人。这次呢不是黑针，黑针在外语方面呢已经是做到了炉火纯青，但是如果你需要中文语音克隆的话，黑针是完全没有给你任何的选择的。我在做数字人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贵了。你现在看到的数字人是黑针做的，但是克隆形象要199一年，还不包括声音克隆，之后还有交月费，算下来大概是2美刀1分钟。关键是他到现在还没法做中文的声音克隆，其他8大语言全部都支持声音克隆，唯独中文这个全球最多人讲的母语居然不支持声音克隆。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的声音克隆特别的昂贵，讯飞的中文语音克隆要2万人民币，硅基智能要16000，这价钱还没有包形象克隆啊。所以做一个完整的能讲中文的数字人呢，都是在2万人民币起，也就是3000美金左右。那虽然现在已经出来了很多的小公司把这个价钱压低到几千人民币，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贵的价格。那说实在话，小公司我也不太敢用，因为怎么知道这家小公司能不能熬得过1年？你说它如果倒闭了，我这数字人不就白折腾了？会讲中文的数字人除了制作费用非常昂贵之外，我们还遇到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技术不成熟。其实市面上很多公司都能做数字人，但是他们出来的效果就好像是 DID 的 Talking Photo，皮笑肉不笑，头动身不动，而且中文语音复刻出来的效果也不一定理想，但是你必须要付几千块钱才能去试错，才可以去克制你这个数字人。但是此时你的钱已经花出去了，已经打了水漂，试错成本实在太高。其实数字人在生成的时候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等我一一跟你分析。那来到第3个问题，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博主啊，怕身份被盗。其实这年头呢已经防不胜防了，做过杀猪盘的狗推都出来说，我想用刘德华的脸出来直播，就可以用刘德华的脸出来跟你直播。现在骗子的高明之处你们都不知道，就比如说用刘德华吧，对吧？我就能让你视频的时候我就是刘德华，嘴型都一样，我说什么嘴型都一样，有专门这样的软件。那我之前也做过 AI 你自己4的这支影片呢，有讲过只要用1张照片就可以整个影片换脸。那杀猪盘早就已经用上了 AI 的技术，我现在做的视频就是希望普及大家对数字人的认知，提高每一个人的警觉性啊！希望大家多多分享这支视频给有需要的人，尤其是你的家人。转发之余别忘了点赞关注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之后出的任何一期视频哦。首先来到这个网站叫做 clone.iii.com， 也就是克隆4个i.com， 在下面这边点注册，在这个地方填你的 email， 然后收验证码，把密码核实密码填好之后呢，点确定，就进入了 clone.i 的网站，然后在上面点一下数字人，就来到了硅基数字人的页面。所以它其实是有3个数字人可以给你选择的，一个是硅基，怎么知道价钱呢？点立刻购买。形象定制呢，硅基是8000，声音克隆是15000，还有一个智影数字人，就是腾讯的数字人，也可以看一下价钱，形象定制一样是8000，声音克隆就比较便宜了，4999，那有720分钟的制作时长。但是呢，这2个都不是我今天要介绍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小冰数字人，他是前微软团队分离出来之后呢，自己做的一个数字人。现在几轮融资之后呢，估值已经到达了30个亿。因为现在在推广期，所以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钱来尝试制作数字人。在这里就是立刻购买哈，数字人体验版299，是形象加中文声音的克隆，一共才299，算下来大概$40左右，可以给你15分钟的时长来体验。那这3家呢，基本上就是国内现在最主流的3家做数字人的公司了。那小冰呢，是源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了，是2020年从微软完整独立拆分出来的，2021年的7月就完成了 A 轮融资。其实我们都知道说2021年呢，我们这个 ChatGPT 还没有火呢，是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它才出来的，所以它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数字人，也是在 AI 行业中成长最快的独角兽。2022年的11月就完成了 A+ 轮10亿元的战略融资。那小冰呢，算是国内的 AIGC 项目里面研发应用最早，而且已经落地，并且它已经有非常多的实际的商业案例，包括了下面这一整版呢，涵盖了10多个垂直行业，有数百家各行各业的标杆客户。那他们的布局也有在北京、苏州、上海跟东京。背靠大树好乘凉，10亿应该能烧很久，所以我也不太担心说它未来的1-2年内会突然之间不见。点完立刻购买之后呢，就能看到说数字人的体验版是299人民币啊，可以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里面包含了数字人的形象定制加声音克隆。要知道黑针那边只是定制一个形象，还不给你任何分钟，就要$199，那这边呢只是299，就包含了形象加声音，还送你15分钟免费试错的机会。有了这个数字人之后呢，像我上一支视频生成的新闻全部都是用那免费的15分钟来生成的，所以15分钟就已经可以做一整支视频了。其实我第一个做的数字人呢并不是很满意，那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你在录制的时候头5秒是静音的，它从第5秒开始抓取你的形象，所以你在第5秒的时候就尽量做出你平时讲话的时候做的状态，比如说眉毛抬高啊，然后有一点手势啊，但是切记不要翻白眼儿。我原始视频呢就是有翻白眼儿，所以你看到我就经常翻白眼儿。记得千万不要翻白眼儿，最好是眼睛对着镜头，但是正常的眨眼睛，要不然的话就感觉你是盯着人家看，所以要非常的自然，这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技巧的。还有就是只要录制3分钟到5分钟的视频就可以了，你的背景呢最好颜色跟你的衣服和你的头是有一个色差，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抠图，因为就可以做一个 professional 有绿色背景的整个人被抠出来的数字人。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你不是说0元做数字人吗？为什么还要299？把钱还给我。好，现在就把钱还给大家哈，因为你买了299之后呢，送你100人民币等价值的积分，可以用来做其他的 AI 工具的使用。那这个 CloneEye 的网站呢，几乎是集合了所有我看到好用的 AI 工具在一个网站里面，所以你以后来这一个网站就能做非常多的事情。那等一下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网站我最常用的工具是什么。那如果你对你生成的这个数字人都满意的话，再来决定要不要买这个5988的高级定制版，那就包含了365分钟的形象定制加800分钟的声音。其实声音呢也有很大的用处，就比如说我要做 podcast 播客，那这个时候声音就更重要了。我直接就用文字，然后把我的声音读出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想要休息眼睛的话，我宁愿把这个声音给播出来，我也不愿去读这个文字啊。那如果是通过我的视频了解到这一版的数字人的时候呢，当你考虑5988的套餐的时候，还有一个折扣码，所以记得用描述栏第一个链接，折扣码也在链接的旁边，大家输入折扣码就知道有多少折扣了。付完钱之后，就在这边把自己的姓名填一下，邮箱用美国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确定提交成功。递交完资料之后呢，很快就会收到一封信，是从 AIavatar@ 小冰.ai 这个邮箱寄过来的一个激活账号，里面有一个激活的链接，点它一下，在这边写好密码，确认密码，
还有手机号，我用的是美国手机号，收不到验证码记得联系客服。其实呢，不止美国啊，就全球的手机号都可以，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个手机号，它就能上去了。之后呢，就是激活成功，然后要点数字员工定制。虚拟人电商直播我们留到以后再讲。点完数字员工定制之后，就来到了这个网页。那用刚才你输入的邮箱，还有你自己设置的密码，下面点一下登录，然后同意，就来到了定制你自己数字人的专属形象页面啊。那它有形象定制跟声音定制。那首先我们在上面先选了形象，你可以直接录制，但是我不建议啊，因为要有一些控制嘛。那我就上传视频。那在上传这个页面呢，它也写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啊，就比如说你不要挡住脸，你就是在讲话的时候不要把手挡住脸，然后前15秒是嘴巴闭合，那点一下已阅读。那我怎么样去录制和导出我的原始视频，包括我用了什么美颜，我都会在下面的链接 CloneEye 网站里面有一个教程，只要是有付299的人就都会看到我这个怎么样去做绿幕的教程。那我之前呢已经录了一个3分钟的影片哈，我一般这个影片我自己会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我在上面的画面这个地方呢，我会美颜，美完颜之后呢，再来点一个超清画质。这个超清画质稍微要等一下，它不是说那么快就弄好的。那我还有一个地方需要调的，就是在调节这个地方，我会智能调色，然后让它的这个亮度更高一点，但是我不会调的强度那么高，就大概在中间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录视频的话呢，也有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不要翻白眼，尽量眼睛呢只是往下看，不要往左或者是往右，这样子会觉得你好像走神儿了。但是轻微的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动作太大。比如说你在说话的时候会轻微的抬眉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你平时跟朋友说话的时候会有的微表情。那因为完全没有表情的会很怪，完全没有表情也不是说不可以，因为其实在播新闻的时候呢，主持人是没有任何表情的，那就要看你自己用这个数字人是用来做什么样的视频了。如果是播新闻的话呢，你就正正经经的就播新闻就好了。那其实这个价钱呢已经比黑键的要便宜了，所以我是在这边有2个数字人，一个就是正常的背景用来做长视频，还有一个呢就是抠了背景的人物。那具体抠背景的这个数字人是怎么做的呢？我也会在课程里面讲啊。那我会把制作数字人这部分的课程呢也放进 CloneEye 的网站，只要有购买299的话呢，你都能看到。那 CloneEye 的负责人说，他们也会加一部分抖音运营的课程进这个299的会员包里面。来到小兵的网站之后呢，上面有一个上传视频，就点它一下啊，点已阅读下一步，然后上传视频，等它上传就行了。那其实它还有几个选择，那我呢这个是要保留拍摄背景的，所以我就点它一下。那还有一步呢，就是跟黑键一样的，就是需要用摄像头，就是 webcam。其实你用手机也行，就是整个流程用手机来做都可以的。但是上传视频那个剪辑视频就是用电脑做比较好。那最好是带一个摄像头，比如说你用 laptop， 它自带就带了一个摄像头就可以拍到我。它这个其实已经等于黑键的 professional 的版本了。那还有就是要授权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录制这个地方。首先呢，我要打开我的摄像头，点允许，然后我要说一句话。那小兵这个呢，也是要上传完视频之后授权说一句话，用镜头对着你自己，然后呢是这个形象要最好跟你本身的这个形象稍微的一致一点。虽然我戴了个眼镜哈，但是其实还是能看得出来是我自己的，应该是能够通过的。然后这时候你就直接点提交。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开始制作形象了，所有东西都是自动化的，那我就不需要再去管它。我一般来讲就是晚上临睡之前做这个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去录制你的声音了。那这个录制声音呢，其实也很简单哈，我就录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直接点开始录制，然后他也说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最好有 professional 的麦克风，没有的话也没关系，你可以找那种就是插线的耳机，其实那种效果也非常好。
他说如果你是用手机读的话呢，要尽量轻轻的触碰，不要有多余的声音，然后就点开始录制。他会先检测噪音，然后没有问题的话呢，就开始录制。从人类最早的工具开始，科技就一直在不断的进步。点完成，然后他要检测一下，他会说我的语速太慢了，要再快一点。从人类最早的工具开始，科技就一直错了啊，他说不行啊，准确率太低了，就重新再录。从人类最早的工具开始，科技就一直在不断的进步，还是太慢。就是它刚刚开始的几段呢，是你可能要试很多次，之后就会越来越快，因为它其实在学习你的语音嘛。从人类最早的工具开始，科技就一直在不断的进步。通过了，就是头几段会比较难啊，就是之后就好很多。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科技进步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唯一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身处在美国，它声音检测的这个稍微时间有点慢，所以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因为它的服务器是在中国，所以它整个上传呢这整个速度是比较慢一点，但是要有一点点耐心。虽然说它是说15分钟哈，在美国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声音检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之前是用了大概1个多小时才录完所有的。那真正录呢没多久时间，但是其实这个声音检测的时间比我录的时间要长很多。好，到了第2天，我们的这个数字人的形象已经完成了。你会收到一封 email， 是由 AI Avatar 小兵点 AI 发过来的，中间有个登录，就点它一下。你刚进来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你把鼠标移到右下角，就是有一个我的，然后点它一下就能看到我的2个数字人了，一个是绿幕的数字人，一个是我自己做的带背景的数字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带背景的，这样的话我做视频的时候就直接用这个数字人就行了，我不太喜欢有绿幕的啊。然后点它一下，就是点这个人像，然后点配置，配置我们之前录好的声音使用，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把文案稍微改一改，就是我用 ChatGPT 生成的1分钟的短视频文案。那它有一些地方需要注意，就是 OpenAI 你要把它空格一下，因为它如果没有空格的话，它读出来就是 OpenAI， 那如果有空格它就会读 OpenAI。还有就是 ChatGPT 抄过来的时候就少了1、2、3、4，所以我们还要把它给加进去。文案生成好之后呢，我会再检查一遍，就是 proofread 一下，然后点生成，之后就会来到这个页面，你就看到它正在生成了。好了，已经生成好了，直接点这个人像。来到这边呢，我一般都是先下载，然后点播放。9月14日，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软件制造商 Databricks 完成了超过5亿美元的A轮融资，将其估值提升至430亿美元，超越了 OpenAI 在5月份的近300亿美元估值，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星。更令人关注的是，技术巨头英伟达和 Capital One 的风投部门也参与了这轮融资。Databricks 未来还将与英伟达展开深度合作。Databricks 自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他们的产品包括1 Databricks 数据湖务平台，结合了数据湖和数据仓库的优势，与多种云服务商和工具集成。2 Databricks 机器学习，为整个机器学习生命周期提供解决方案，还可以根据文本提示创建内容。3 Databricks SQL 为 SQL 用户提供高性能的分析服务。4 Databricks Dolly 能够根据用户的文本提示生成各种内容。那其实在手机上也可以用这个数字人，去到 App Store 搜索数字员工，第一个长得像是蓝色小人的 logo， 点 Open， 然后用账户登录，输入 email 跟密码，直接登录，同意条款，然后就能进到你的账号，点定制。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我入驻的2个员工了，有背景的和没背景的。那我这次用有背景的，点开始他的工作台，然后可以随时调整这个数字人的大小，然后调整的差不多之后呢，看一下文案对不对，语音点一下。在语音这个地方你还可以自己录音或上传音频，但是我先不管它，我直接提交。我的数字分身上线了，只需要拍摄2分钟的视频，就可以训练出一个像我一样的数字分身。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用这100块钱的 credit 可以用来做什么。Flown AI 网站是一站式 AI， 几乎可以解决你所有的 AI 需求。那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在这个地方 AI 工具直接来导航，
其实你能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工具，包括 Midjourney 绘图。大家都知道 Midjourney 绘图其实蛮贵的，它到现在为止还是 AI 绘图里面出图效果最漂亮的。那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 Midjourney 怎么用哈。那刚才呢，有一个小伙伴在群里面发了一张图，是长这样子的，他就是问能不能做出同样效果的图哈。那其实最好用的工具呢，就是 Midjourney 了。那在 Midjourney 这个地方有一个图片生成提示词，直接点它一下，然后上传刚才的这幅图哈，直接点图片生成提示词，消耗10个积分，也就等于人民币1毛钱。它就出来了，而且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如果你想要生成类似的图片呢，你直接点应用1，把这个提示词发到这边来了，点创作，消耗60个积分，也就是6毛人民币。那这个图就生成了，但是跟原图还是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就我觉得它这个生成的图其实比原图更好看。保存一下。那你可能会问说，哎呀，我刚才那张图不是还有其他4个提示词吗？没关系。只要你点图片生成提示词，它的所有历史记录都在这边。你只要再点一个应用2，再生成了一组新的图片。其实我觉得它生成的图片真的是比原图好很多。就比如说下面这张，我觉得特别有意境。这个是右下，所以你就右下放大。那当然也要消耗一点点积分。但对于不是经常用 Midjourney 的小伙伴呢，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啊。那我们也知道说 Midjourney 其实有2个，一个是普通的 Midjourney， 另外还有一个是2次元，就是 Niji。那你也可以选择 Niji， 然后再生成。来，我们来试一下效果哈。好了，这个是 Niji 出来的效果，其实也蛮好看的。Midjourney 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去使用 Midjourney 了，因为有很多免费的网站嘛，就比如说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再去可能就生成那么1-2张。也就够了。我几乎所有的封面图都是有用到 Midjourney 来做的，它出图的效果还是这么多个里面最漂亮的。除了 Midjourney 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 AI 去杂物，先上传一张照片，我不喜欢这个小蝴蝶，然后就这样子把它圈中之后呢，就点开始消除。哎，你看这个蝴蝶就没了，就等于说是一站式帮你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了无损高清，一键处理这个低清的图片。那在左边呢也有老照片变清晰，然后下面都有一些案例，你直接拉过来拉过去就能看到，它本来就是很大颗粒感的，然后直接一拉过来就变成清晰的了。Chat AI， 无论你想要做短视频口播的脚本、面试模拟、广告文案、法律顾问、论文大纲还是情感咨询，它都有模板帮助你。我最喜欢用呢其实是文案提取，这个里面可以帮你提取抖音、小红书、快手、B 站，只要有链接就可以帮你提取他们的视频文案。就比如说我想提取这个抖音视频的文案，我点右下角的分享，复制链接，回到 CloneEye 的网站，点文案提取，在对话框里面粘贴，在右下角先点获取视频详情，获取完之后点提取文案，不用几秒钟，所有的文案都在下面这个框里了。像我们以前呢不会做视频的话呢，还要找这种爆款视频，逐个去分析人家为什么能够做出爆款视频。现在我们直接拿人家爆款视频的文案，用 AI 稍微改写一下，用数字人做，一样也能成为一个流量博主。那大家可能会问说，用数字人做的视频会不会被侦测到是数字人做，然后不给你流量呢？其实在我看来关系不大，最主要的还是你的内容。就像我这一排YouTube Shorts 全都是数字人做的，我觉得它的流量好像比我以前的流量更好一些。在 YouTube Shorts 这方面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抖音那边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要是知道的话在下面留言那我上一支介绍数字人的视频流量其实要比我其他视频要好很多，里面也有数字人做的成分，而不是说用不用数字人制作。所以现在你还有不用数字人的理由吗？那我的效率是提高了10倍，数字人真的是口播博主的福音。就好像我最近长痘，然后有时候懒得洗头，这时候你就可以找一个数字人代替你出镜。那在 CloneEye 的网站呢，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数字人给你选择，有白人、黑人、
各种着装和长相。如果你觉得黑尖的那个模特你都用腻了的话，而且现在就是市面上我看到数字人啊，基本上全都是黑尖的那个模特，可以来这边考虑用 Clone Eye 的数字人模特。那光是外籍人士就有4页的选择，还有很多亚裔的博主，各种面孔，各种身材。剪映其实也出了数字人，但是它的选择非常的少。如果你想要有更多的选择的话呢，就可以来 Clone Eye 的网站。国内数字人带货已经有几个人的团队做出上亿的销售额，我觉得未来每个博主甚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数字人代替自己工作，你准备好了吗？作为碳基生命体，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数字化的存在或许能为我们打开硅基生命的永恒之门。